金家堂さん、あなたに手渡されていたものを今こそ全て受け継ぎます。もう1個の補給パーツも残っちゃいない。こいつが最後のクロスボーンガンダムだ。之前聊完了叉一半幅式，为了讲清楚差异，拆开了我珍藏已久的原味叉一 FC， 这也是我当年第一台旗舰店抢到的魂线。记得当年原价总价好像要2250，而且作为最后的海盗高达，价格一路飞涨。结果最近一看啊，老东西还跌了，这可真就是万代魅力时刻了。不过想原价入手的先别着急，现在正好是拼多多春季魔丸大促，9块9就可以拿下我手里这个 MB 海盗高达叉一全复式。另外我看海牛、MGZZ 全装甲这些热门机体也只要9块9就可以入手。拼多多也是买魔丸的老渠道了，正品有保障。我跟官方磨了很久，要来了3000个粉丝专属9块9秒杀名额。活动链接我放在评论区置顶了，链接还在，就是还有库存，因为是今年第一波魔丸大促，力度特别大，所以限时限量，链接还在就赶紧去抢。OK， 那么话不多说啊，这台当年旗舰店定价新高却万人疯抢，如今也没有完全正式再版过的原汁原味的钢铁七人海盗高达叉一全复式，现在就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吧。那全复式的这个地台很有意思啊，除了非常显眼的 Full Close 的烫金遗印外，原本海盗叉一十字先锋的标志这里其实也是不一样了。这里就变成了海盗的骷髅头，这也象征着后来运营着黑猫运输的托比亚一行人，虽然继承了海盗的意志，但与当年有着贵族主义血统的十字先锋不再是一样的了。而这个转变也正是本体胸前的这个骷髅头的由来，或者按托比亚的叫法，这就是骷髅之心。这也是金凯度将叉一托付给托比亚后最大的改变了。那这时就有小伙伴会问了，海盗叉一难道还有不同的区别吗？ OK， 那么这里就给不熟悉海盗高达漫画的小伙伴们科普下设定。首先面前的这台全复式的本体应该叫做海盗高达 X1 改，对比右边的这台海盗 X1 是2次改装后的产物，所以在它俩的中间应该还有一台叫做海盗高达 X1 改的机体。这台中间产物和 X1 最大的区别就是后裙甲上增加的武装螺旋钢边，那这个武装在 X1 改上也得到继承。该武器平时就这样收纳在后裙甲内，可以看到玩具这里是给了螺旋边的握把，不过这个地方组合度奇差啊，把玩的时候老是掉，非常的讨厌。有趣的是，螺旋边的握把是自带的，和鞭子做的是一体的，那这个小零件就很尴尬了，取下来以后千万不要乱丢。整个边体内是内置了铁丝的，可以做随意的弯折。这个头的部分可以看到是有涂装的，而且里面有类似钻头一样的东西，外面则是爪毛。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武器被叫做螺旋边了，因为它真的是可以像钻头一样去钻的。由于海盗高达没有动画啊，只能拿基站来凑数了。可以看到这个鞭子刮到对方身上以后是可以钻进去的。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啊，原本这个后裙甲的空间呢是用来收纳前裙甲剪刀毛的锁链的。换成螺旋边以后，剪刀毛自然也就无法使用了。但由于要战胜死亡裂缝队夸巴萨的蛇之手防召器能力制作的螺旋边也属于是特殊的武装了，而且这个东西在各大高达的游戏里啊，尤其是高 V 高里面都极其的好用。OK， 那么 X1 改讲完了， X1 改又有哪些不一样呢？首先托比亚做了一些改装，剪刀毛和螺旋边能同时使用了。然后就是之前提到的胸口的骷髅头了，近距离看会发现啊，眼睛的部位是有圆孔的。没错，这个地方实际上是火神炮的炮口，同时也是 X1 改的标志。这个时候又有小伙伴会问了，那头上不是还有一根羽毛天线不一样吗？那首先我得夸你观察得很仔细啊，不过如果按漫画的时间线来看的话，如果把钢七里刚登场的 X1 叫做 X1 改的话，这个时候的头上是没有鸡毛的，甚至剧情过半啊 ，X1 紧急拼凑了 X3 的零件搞出来的修复型也是没有这一根鸡毛的。它最开始出现是在 X1 全复式登场的时候，彩页上的插图这里也画得很明显，不过最终决战里啊，估计是作画的失误，这根毛一会儿出来啊，一会儿又消失了。不过因为这根毛啊，很多人认为 X1 改和骷髅之心，也就是脱了马甲的全复式是2台机体。如果按漫画中改一下就要换个名字的逻辑呢， X1 FC 把所有预备零件全改上去了，那确实应该有新的名字啊，这里就暂时称为卸甲式吧。而卸甲式的这根羽毛则是强化小队通信用的天线，虽然说是卸甲式啊，但漫画中却没有明确的提到有差异，尤其是最后一话的扉页啊，还是普通的 X1 改嘛。所以设定这种东西呢，不要去纠结。咱们继续来说回改的差异点，也就是右手的这一把雀屏碎机弩。这把武器是根据残存的武器零件拼凑出来的，分为一个主炮口和8个侧面的小炮口，属于是宇宙海盗的自研武器，同时也是这么多款海盗高达里唯一附属了这把武器的 MB。但我对于这个涂装是非常不满意啊！除了炮口做的比较细腻以外呢，整个枪身几乎是没有分色，胶感十足，实在是缺少了一点究极的质感啊！上面左右两边的这2个小零件是可以展开的，当然炮口也可以像设定中一样的展开，分散获得更大的火力覆盖面。
不过这个下方还藏了一个玄机啊，前后掰动这个弹夹，下面也可以像这样联动展开。那这个位置在设定里是弹夹，由于碎机弩的耗能过高，根本就打不了几发，所以设计了可以随时换能的弹夹。不过玩具这里还把它用作了锁扣，扇面展开后再反着插回去，就会锁住展开的状态了。同时这个玩意儿还给了连接键啊，扣在握把上，然后就能把它挂到侧裙甲的孔洞里面了。只不过这个造型吧很怪，正常人应该都不会想这样挂的吧。好的，那么这些就是X1改骷髅之心相较于X1的差异点了。其实这么看下来的话，托比亚还是改了不少东西的。设定里的这些新加的武装也确实都很有意思。那 X1原本的武装呢，也基本上得到了保留，两面光束盾牌，并且可以变成光束烙铁识别器。不同光束特效造型的光束斩马刀，然后这把光束碎发枪，以及金凯杜才使用过的小核弹头，两把光束军刀，两个小腿后方藏着的热能匕首，以及锁链和火箭剪刀矛。除了 ABC 披风 ，X1的武装基本都给齐了。手型方面也是给了一个大满贯，除了基础的开掌手和握拳，一对扣扳机手，还给了一只专门用来拿村镇狂刀的右手，另外还有一对空心握拳手和一对握光束斩马刀的手型，甚至于是这个带着瞄准右瞄准镜的替换头，也是完全给了一个X1 FC 的版本，这点真的是非常不错。那之前还看到有科普帖说啊，改和骷髅之心是有差别的，是骷髅之心不能用光束手枪，其实不然啊，其实就是一台东西。只不过换了碎机弩以后，托比亚不爱用手枪了而已，都是能选装上的武器。哦，对了，其实还有一个很显著的差异点，就是涂装。X1 改这边白色改成了这种偏灰的色调，而以前黑色部分的，比如胸甲，全部换成了藏蓝色。而相比起 X1 的光油涂层，这里则是用的消光面，质感也是不一样的。至于最后为什么会是这个配色呢？是多少是有点融合了 X1 和 X3 的意味。把黑色和蓝色平均一下的话，大概就是这个配色了。那再顺带一说啊，这个羽毛天线是不是很像 X3 的天线呢？ OK， 那么聊完了骷髅之心，这个本体其实和原版的 X1 没有区别啊，可动方面自然也是完全一致的了。这里就还是以之前的 X1 素材来演示一下。首先可以看到啊，这个脖子整个是个双段关节，但这个结构除了给抬头留足45度以上的空间外，其他方向上几乎是没有受益的，低头只有20度不到。这个左右的侧摆也几乎是没有空间的，只有球冠带来的一点微乎其微的可动。360度转头虽然 OK， 但是必须把下巴给抬起来。大臂根部做了一个可以拉出的伸展的关节，来提升前后蝴蝶间的可动。向前转大概30度多一点，向后也是差不多的角度，非常的不错。肩胛是独立的关节，可以向上翻起，也能从前面翻开。另外还给了一段这样的上下滑动的可动，这个小的护肩也是能翻起的。大臂根部的360度大风车也是没有问题的，不过需要避开背包的干涉。侧平台略微超过90度，非常的不错。大臂根部也配备了360度水平平转关节，同时小臂下段也是给了360度平转的。虚肘这里真的是第一次玩，非常紧啊，又特别怕掰断，有时候 MB 真是玩的心累啊。虽然配置了双段的关节啊，但最后的弯曲就是离180度差一点，只能说造型没有设计好啊。手腕的红色装甲也有20度左右的摆动幅度，最后这个手腕关节也能摆动30度左右。来到腰部，首先挺胸不到30度，不过可以看到腰部是3段关节可动啊，实际上弯腰能达到30度以上，还是很不错的。另外弯腰后露出的装甲缝隙也有金属色的内构填充，不过左右的侧摆就很拉了，只有装甲缝隙的15度的范围。最后由于裙甲的干涉啊，360度转腰是做不到的，只有左右70度的转动范围。前裙甲可以大幅的抬起，因为是武器啊，所以也能像这样旋转。侧裙甲只能轻微的抬起，但是能向后转。后裙甲可以抬起60度，很不错。裙甲抬起以后，大腿的前踢可以达到90度以上，接近120度的幅度，但就是太紧了。不过后踢的幅度并不大，只有30度多一点，可惜了后裙甲的可动。不过侧踢基本不受侧裙甲的干涉，90度平台没有问题。大腿根部也给了正常的360度平转关节。接着来看到屈膝的关节啊，这里能看到一个半圆的线位结构，不过弯曲是可以做到150度以上的，可惜膝盖这里就是一坨纯铁，没有什么细节。脚踝架这里有轻微的摆幅，脚掌也可以做30度左右的轻微转动，脚尖也能45度以上的独立上抬，整个脚掌也能抬起45度左右，很不错。同时向下翻也有差不多的幅度。最后左右的接地是比较取巧的，需要调整脚掌的位置才能像这样向内掰45度，向外的幅度其实也是差不多的，45度不到吧。OK， 那么看完了可动，事不宜迟，进入这款全服式的正题。ABC 基层披风，全服式装备的完全专着。首先还是得先拿下胸前的装甲，拿掉核心战机。
然后就是装上带小叶片披风的胸甲，接着扣起肩甲的扣子，把披风按肩甲孔位插进去，然后翻到侧面，看到这个零件向下摁，把下端扣到肩甲的边缘，另一边也是同样的操作。不过出版的这个披风呢，扣上了也感觉有点略松啊。然后就是艾利场的骷髅全套了，插到披风肩甲的外侧。最后一步，把这个像吸血鬼男爵一样的衣领扣到脖子处，最后再把干涉最多的核心战机装回去就 OK 了。OK， 那么全副式海盗 X1 也就组装完毕了。相比于其他各种高达的全装备 ，X1 的全装备当年第一次看的时候真的是很惊艳，尤其是老 MG 的那张峰会，也是因为好奇才去看了海盗高达的漫画。虽然长谷川老师的画工一般，但故事讲的是真的好，尤其是钢铁的奇人啊。虽然剧情方面是非常老套的 Impossible Mission， 木星大舅子要用神之雷一炮轰死地球，计划全程机密，但还是被大姨给泄露了。于是托比亚要在最后的2周时间内到地球找齐7位战斗员，以及能快速抵达战场的光之帆飞船，完成这不可能的任务，阻止木星总统的野心。情节很老套啊，但剧情非常的给力。短短15话内刻画了多个非常鲜活的人物，敌方 BOSS 也不是白痴啊，一路追杀地球，步步紧逼。而且最关键的是，大总统为什么要毁灭地球？那种木星移民对地球的嫉妒和恨描写得很精彩。而最终决战时，伙伴们齐心协力，为了开辟生路而相继牺牲的桥段，更是让人联想到了我心中永远的神啊——天元突破的最终战。由于漫画篇幅实在是过短，这里不想剧透太多，感兴趣的大伙一定要去看一看。尤其是看到这一章啊，整备班花了20个小时，把所有能用的剩余零件全部装到了海盗高达的身上。内力已经残破到斑驳的 X1 与外层崭新的 Full Close， 这一个分镜我愿称之为真神。回到模型上 ，MB 这里其实对 XEFC 的魔改幅度并不大，只不过是加入了很多表面的细节。不过配合上全涂装，时至今日也是市面上最优秀的 XEFC。而且和之前拍的半副式的披风不同，全副式的这一个用的就是最普通的金属漆的涂装，并且加了一点珍珠粉在里面。在光线没打上去的时候是慢反射，直面光源的时候又非常闪亮。我认为这个效果要比全光游的要好看很多。甚至我觉得 X0 的银色披风品味也远不如这一台，颜色设计师一定是海盗真爱，这个质感真的太棒了。当然这款披风可不只是表面上看上去好看那么简单，首先这个玩意儿是用 X1 剩余的 ABC 斗篷通过层压的方式压制出来的，所以是硬质的外壳，并且外壳上刷了抗光束涂层，因为被击中后会局部的过热，内部还嵌入了类似均热板的散热片。这也正是玩具做出来的这些内部的细节，甚至有金色的散热管线，末端还有出气口，不知道是不是加装了冷却剂啊。而这些甲片每一片都是可以活动的，都具备一定的翻起角度，那这当然也是为了不干涉2个手的活动，虽然模型把玩是非常干涉就是了。另外这个大外披的根部也是能这样展开的，不过没有办法像 X0 那样完全翻开，阻尼感虽然有，但固定角度很难，剩下的就是一些比较微妙的小角度的调整了。另外包括披风正面的这里其实还有一块小角度的内折，另外一说啊，这些个甲片都是能取下来的，设定中也明确的提到，如果被击中后损害严重是可以被丢弃的。那这里又要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了，甲片前后的造型是不同的，展开幅度也不同，后甲覆盖更大，但是可动更小，这当然是为了驾驶员在突击时能尽量保护住后方，增大的后甲也比前甲的保护能力略强一些。另外这个披风内是藏了2把刀的，这是2把带有机械臂的热能刀，方便在披上全甲突击时也能有武装能快速进行攻击，但漫画中并没有出现该武装啊，应该是后加的新设定。模型这里给的机械臂则是2段的翻折关节以及一段360度的旋转。由于该披风一定程度上也能扛住光束斩击和实弹，托比亚在漫画中就是凭借着披风硬扛，以完全无视防御的姿态，一个人和大总统的2台神之手缠斗，甚至是逐渐占据上风，最后连生物电脑都快扛不住了， X1 只能一直开着面罩散热。我其实一直以为这个开脸后里面是金色的，但 MB 的海盗这里全部做成了银色，就很神奇。不过光是披风的话其实是扛不了多久的，所以绝对防御来说，披风之上还有秘密，那就是这2个骷髅头的艾利场发生器。漫画中也能多次看到艾利场发动的场景，这2个发生器其实就是从 X3 手臂上卸下来的，也因此继承了 X3 的使用限制，启动105秒，冷却120秒，而两边交替使用的话存在15秒的冷却间隙，那这部分就由 ABC 基层披风补齐了。另外这个骷髅头虽然一开始就是奔着全套的造型去设计的，但是不是真就是这样用的，这个还没有定论啊。漫画这里更像是托比亚临时想出的想法，在全套的后方藏了一手光束烙铁标识器，通过击碎光束屏障，直接用烙铁标识器击穿总统座驾的左手。为什么我会觉得这是托比亚临时想的呢？玩具这里的搭载是通过一个特殊的连接件插到了后方，然后在整个接到光束盾发生器的位置上，但漫画中明显看到不是这个结构啊，而光束烙铁的展开更是在骷髅头破碎后，更像是一次性的主义。
当然具体如何呢，咱们不要去纠结，继续来看到XEFC 最后的也是最帅的一件装备，继承自 X3 的这把村正狂刀。好的，那么首先第一点啊，虽然这是一把刀，但实际上可以当做光束炮来使用，刀身下段是可以这样下拉展开的，当然前方的上段也是可以展开的。接着是这个剑尖或者说枪口也能展开，最后再把握把旁的这个辅助瞄准镜给拔出来，光束炮的模式也就完成了。在最终决战中，雀屏碎机弩丢弃以后 ，XEFC 确实是把村正狂刀当做枪的模式来使用过，这也很正常啊。在后 UC 时代，剑和炮的界限已经很模糊了，不对收束做限制的刀，实际就是枪。虽说如此，但村正狂刀最让人痴迷的形态还是这把拥有14个光束刃基座的大刀，很佩服长谷川老师疯狂又大胆的击射。只不过 MB 这里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啊，金色的部分尤其是基座全部用了屎黄色的成型金，而外面又是全涂装，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如何，反正我是觉得真的很丑啊。不过光束特效给的就不普通了，细节和渐变涂装都做得非常漂亮，除了有一点插不紧以外没什么大毛病。另外这个剑尖上也是给了光束特效的，并且长短有2款，和半富士相比这个大小还是很 OK 的，不会过于的离谱。设定集里也有提到，为了防止过量的消耗，村正狂刀在展开时会追加一个限制器，这个体积和重量呢，这台 MB 其实单手是根本握不住的。设定中甚至也吐槽说啊，即使作为钝器挥舞也是极具杀伤力的。然而如此难用的武器，最终战却被托比亚玩出了花。通过锁链毛爪抓住握把，一个摇子翻身，一道自下而上的斩击打得大总统猝不及防，直接被一刀两断。看到这不得不感叹托比亚作为新人类的潜质和驾驶技术。好的，那么絮絮叨叨的终于是把XEFC 的所有设定和配件介绍完了，真不能怪我啰嗦啊，毕竟这是我最喜欢的海盗 GT。 MB 的把玩体验虽然很糟糕，但做的是真的很帅，忍不住也就多玩了一玩，也是趁着这个机会呢拿出来再怀旧一番。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长视频制作不易，大家记得点赞、收藏、关注一下。那么大家下期视频再见喽。